100年前，蓝星各地突然出现了深渊大门，每一扇门都通往一个充满恐怖魔物的深渊秘境。部分人类受深渊魔力的影响，觉醒灵力，成为镇元使对抗魔物大军。他们就是守卫蓝星和平的英雄，也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而我林渊，出生于渊州3大镇渊世家林家，从小就是个没有灵力的废物，族人更是视我为家族的耻辱。在林家看来，我这种废物没有丝毫价值，只配当搬运晶石的廉价苦力。我也以为这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直到这一次深渊之行，我们遇到了9死1生的高阶兽潮。100年来，没人能在高阶兽潮中存活。家族长老为了活命，竟然拿我当诱饵，将我扔向了兽潮。长老，我也是林家人啊！林家只需要有灵力的镇元使，把你这废物养到现在已经是莫大的恩赐。现在让你当肉饵来换这么多人活命，你也算为家族做出贡献了。我原以为跟我青梅竹马的未婚妻会替我求情，没想到她看我就像在看一堆没用的垃圾。这时我才彻底明白，什么家族，什么未婚妻，都不在意我的死活。就在此刻，魔物大军也追上我，张开血盆大口朝我扑了过来。我想自己肯定死的渣都不剩，但没想到这生死关头，我竟然觉醒了传说中的混沌仙体。混沌仙体分10个层级，通过完成晋升任务提升层级，最终成为渊界至尊。这是比所有镇元使都高级的等级。据说100年来只出现过1个，而我是第2个。看到这里，我明白了，上一个拥有混沌仙体的人是没有灵力的，不需要灵力来升级。所以我被那群有眼无珠的人当成没有灵力的废物。眼看怪物逼近，我当即就发动了混沌仙体的1阶神技灵力尽断。这个技能可以让魔物和镇渊使的灵力消失1分钟，通通变成凡物。不过3个小时只能用1次。眼看这些众多高手都解决不了兽潮，被我一个响指打趴下，我非常兴奋。但我只能让这些魔物的灵力消失1分钟，我必须趁现在赶紧逃跑。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体能，没想到1分钟，我只挪动了10米，身后的魔物已经恢复了能力，朝我扑来。我以为自己将死的时候，一旁的冰清丛林竟传来一声猫叫。我怀疑自己看花了眼，这些恐怖的魔物竟然在发抖，让他们心惊胆战的，竟然是这只小奶猫。怎么可能？一声猫叫就把这些毛物吓跑？这到底是猫，还是比魔物都恐怖的怪物？但我来不及多想，这只猫就来到了我身边。我原以为必死无疑，没想到它只是舔了一下我的血，然后就露出了满足的笑容。这只猫舔了我的血，竟然成了我的契约兽。我虽然不知道这只猫是什么怪物，但我知道它一定不简单。于是我就带着它离开了这里，同时我也收到了混沌仙体的晋升任务。没想到吧？我能活着出来，我彻底看透了林家和苏婉儿。我倒想看看，被他们抛弃的废物以强者姿态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会是什么反应？在这个灵力至上的世界，普通人连靠近深渊大门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深渊秘境里的资源不是普通人可以染指的，只有成为协会认证的镇渊使，才能进入深渊秘境。镇渊使的实力从低到高分为1到9级，通过吸取深渊中的晶石能量提升等级。觉醒时的初始灵力越强，潜力也就越强，未来的上限就越高。眼下，我只要完成考取镇渊使资格的任务，混沌仙体就能晋升到第2阶。我的1阶神技是灵力尽断，可以直接切断所有魔物和镇渊使的灵力。晋升2阶可以获得混沌储存空间，还能收获新的神技灵力掠夺。我很期待这个技能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快看，这不是林家那个鼎鼎大名的废物林渊吗？听说他前几日被丢在深渊当肉饵，竟然还活着。活着又怎样？还不是个废物。来协会考证，居然还带只流浪猫，怎么
指望野猫在深渊里帮你抓老鼠吗？等会儿考核不及格，可别哭着求我们施舍晶石。这些人的嘴脸我见得太多了，以前他们辱我、欺我，我都无能为力。但现在，我决定向他们收点利息。毕竟他们引以为傲的修为，在我面前连个屁都算不上。但我没想到，我这个小动作在协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就连协会高层也被惊动了。穆大人，刚刚大厅的高压舱发生集体灵力断层事件，几名考核者同时走火入魔，情况极其诡异。封锁现场，带我过去。没长眼吗？别挡了穆大人的路！怎么回事？我体内的8级灵力刚刚好像消失了一瞬间，怎么会这样？穆清霜的灵力消失了片刻，应该是刚才灵力禁断的余威波及到了他，但我没空多想。为了不被他发现，我赶紧拿着资格证离开了这里。难道是他？不可能，他可是林家出了名的灵力，我一定是想多了。3级灵力，赵二竟然一觉醒就是3级镇元石。赵家又出一个天才，不愧为3大世家之一，真是后生可畏啊！哈哈，下一个林渊。林渊，这么多年了还不死心啊？在众人不屑的表情中，我开始了成为镇元石的灵力考核测试。果然不出我所料，测灵时依然没有动静。这石头只能检测出灵力，但混沌仙体根本没有灵力。在他眼里，我依旧是个零灵力的废物。行了，林渊的水平大家早就知道了，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下一个，快滚吧！多少年了都测不出来了，还不死心？只有考取镇元石资格，我才能晋升到第2级。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肩膀上的小奶须却轻轻碰了一下我的手臂。这1级灵力，你竟然有灵力了！这么多年了，才1级灵力，还真是个天才啊！1级镇元石就可以契约魔物了，去深渊里找只低阶魔兽做契约兽吧，这可是你保命的唯一本钱。别总是把这种没用的野猫带在身上。我这只小猫有多神秘，就连我都不清楚，所以我也不屑跟这群鼠目寸光的人一般见识。我必须尽快找个没人的地方，看看我的混沌仙体是否晋升成功。穆大人，不好了，不好了！有人的灵力强度达到了10001！不可能，有史以来人类的灵力强度最高就只有966。测灵石是不是只能显示3位数？是的，穆大人，不知道怎么就碎了。测灵石只有承受不住灵力强度才会破碎，难道真有人的灵力强度能达到10001？上一个测试的人是谁？林渊，灵力强度001。蠢货，那不是001，是10001。可他的灵力强度怎么可能超过10000？果然晋升了，我感到身体有一股浑厚的能量，四肢百骸充满了力量。同时，我也解锁了2阶神技灵力掠夺，只要接触敌人的身体，就能吸取他们30%的灵力为我所用。哟，这不是林渊吗？是觉得自己的灵力值只有1点太丢人，跑这儿躲起来了？他们一直都将我视作底层的渣子，现在他们来的正好，就拿他们来测试一下我的新技能。在我路过他的时候，悄悄发动了2阶神技灵力掠夺。怎么，你不服？没有。怎么回事？我的灵力好像一瞬间消失了很多。果然，我吸取了他30%的灵力为我所用。与此同时，我又收到了新的进阶任务，只要攻略100个深渊秘境，我就可以晋升到3阶。但我现在的实力还不能做到单枪匹马闯入深渊秘境，仍然需要组队。深渊秘境分为1到9级，由协会统一安排镇元石小队前往攻略。级别越高的秘境，里面的资源和宝贝就越稀缺。
但大多都被各家族和高级工会死死垄断。像我这种刚注册的低级镇元使，只有在大厅和人完成组队后，协会才会安排我进入深渊大门。1级镇元使，这点灵力也敢跟我们组队？滚！多数小队看到我只是1级镇元使，都不愿意跟我组队。我只能来到任务颁发窗口，虽然这里都是些没什么油水的任务，但我只能来碰碰运气。刚刷新了一个1级蒸汽深渊，正好差个凑数的，别怪我没提醒你。死在里面，协会可不负责收尸。1级深渊秘境一般不会有高级工会看得上，对我来说就是一场最完美的经验场所。只要攻略深渊秘境，就能完成任务进度。穆大人，灵力断层事件已经汇报完毕，会长说会亲自调查。他接取的任务坐标是哪里？他申请攻略的是城郊新降临的1级蒸汽深渊。备车，跟上他。虽然我被分配到了这个攻略1级深渊的镇渊小队中，但其他的同等级镇渊使依旧瞧不起我。他们在深渊中摸爬滚打多年，认为我这个新人只会拖他们的后腿，但我并不想跟他们计较什么。新来的可别拖后腿啊！老实的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还能有你一口汤喝。我们一行人继续向前走，没过多久就遇到了一群强大的金属魔物。这群镇渊使即便经验丰富，但因为等级太低，还是被打得狼狈不堪。他们甚至还想攻击我，但我的肩膀上还趴着小奶菊。小兄弟，你真是真人不露相啊！你这只小猫竟然这么厉害，叫了一声就把他们全吓趴了。一会儿深渊境事我多分你一些，毕竟我们能赢全靠你啊！之前是我们不对，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他们都震惊于小奶菊的实力，但我对此并不意外。当初在高级深渊中，他一声猫叫就能吓退魔物受潮，对付这些1级魔物根本不在话下。就在我们准备瓜分战利品时，这个低等级的深渊秘境中，竟然来了不速之客。我以为深渊里只有魔物，没想到还有几只碍眼的臭老鼠。这个深渊被我们林家包场了，识相的赶紧滚！灵山4级镇渊使是林家专门培养后辈的导师。深渊州3大世家的人，我们惹不起他。走。他负责带领家族新晋镇渊使来低等级的深渊中历练，没想到竟然遇到了他。林渊，我当时不是把你丢进高阶受潮了吗？你竟然没死！哟，你现在都是1级镇渊使了，你要是早点觉醒灵力，也不至于当了20年的废物。1级镇渊使虽然没什么用，但我依然可以好心收留你当搬运工，要不要回来啊？听着他们的嘲讽，换做以前我或许会觉得愤怒，但现在我的灵力禁断瞬间就能切断他们的全部灵力。不过这个神技3个小时才能用一次，我并不想浪费在他们身上，可他们却继续咄咄逼人。既然你不愿意回林家做苦力，那就赶紧滚！这个深渊秘境被我们包场了。我直接发动了2阶神技，灵力掠夺，吸走了他30%的灵力。他瞬间像条死狗一样趴在我的面前。我的行为也彻底激怒了林家，他们纷纷拔剑将我包围。这群人根本不知道我一招就可以让他们变成废物。就在我准备使用灵力禁断彻底跟他们做个了断时，没想到远处啃食魔物的小祖宗看不过眼了，他竟然从人群中冲了过来，挡在林家所有人面前。下一秒，小奶菊娇小的身躯在半空中被狂暴的暗金光芒瞬间吞噬，轰然膨胀。我惊呆了。虽然我知道这小奶菊绝对是个狠角色，但我做梦也没想到，他的真身竟然是燃烧着幽冥业火、拥有暗金古翼的8级凶兽萤火异虎。传说这种凶兽100年来只出现过1只，一兽之力便可抵挡千军万马。据说它还会进化，但它的最终形态谁也没有见过。镇元使们看到小奶菊的真身，顿时吓破了胆，瞪大了双眼，张大了嘴。刚刚还不可一世的林家子弟，现在一个个就像是被死神扼住了喉咙。他们引以为傲的灵力，在这头怪物面前连个屁都不是，连拿剑的手都在发抖。这到底是什么怪物？我的灵力被压制了！救命啊！我这人从不记仇，有仇我当场就报了。不过今天我没时间在这群将死之人身上浪费宝贵的升级时间，况且林家欠我的血账，我迟早会连本带利的算清楚。踏入核心区的那一刻，
机油味与高压蒸汽的轰鸣，让我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起来。这头1级深渊的 BOSS， 在外面那些低级镇渊使眼里是索命的修罗，但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块巨大且诱人的经验包。按照镇渊协会教的那些刻板战术，普通小队遇到这种重装机械怪，至少要拉扯消耗半个小时才能破防。但我之前吸收了2个3级镇渊使的灵力，如果再吸收它30%的灵力，应该有能力一战。灵力掠夺！打败这个1级深渊 BOSS， 竟然花费了我不少力气。我本可以使用1阶神技的灵力禁断控住他，但灵力禁断有3个小时的冷却，是我最强的底牌，不到危急关头，绝不能轻易使用。虽然我不需要晶石补充灵力，但说不定小奶菊会喜欢，可以留给他当零食。林长老，那到底是什么魔物啊？好像是传说中的明火异虎。什么？这种传说级的魔物怎么会出现在1级深渊秘境？林长老，咱们快撤吧，这里太危险了！闭嘴！带你们来是历练的，不是让你们贪生怕死的。既然那魔物已经离开，现在正是我们击杀深渊 BOSS 的机会。等拿到了晶石，都是你们的。走！小奶菊果然喜欢这口零食，但我不明白，我已经打败了深渊 BOSS， 按理来说算是攻略了一个深渊，但我的任务进度却没有增加。林渊，我就说刚才对抗明火异虎的时候没看到你，原来你跑到这里躲起来了，真是个贪生怕死的废物！无知真是一种幸福。刚才要不是我召回小奶菊，他们早就已经死在小奶菊的爪下了。不过我并不想跟他们解释什么，他们根本不配知道。BOSS 死了，怎么会这样？是谁杀的？林家众人震惊于深渊 BOSS 的死亡，很多人在讨论是谁杀的，但他们万万想不到，击杀 BOSS 的人就是他们眼里的废物，他们也不会相信是我杀的深渊 BOSS。我淡定地看着他们胡乱猜测，内心却依然在疑惑我的任务进度为什么没有增加。任务进度是0，难不成这个深渊中真正的 BOSS 并没有死？还有其他的 BOSS 吗？此刻的林家众人已经被深渊里的晶石吸引，毕竟这是帮助他们提升灵力等级的关键，所以他们开始疯狂争抢。看着他们为了我吃剩下的残渣抢得头破血流，我只觉得可笑。这群井底之蛙根本不知道，这座深渊里最宝贵的本源能量就是 BOSS 的心脏，但它已经在小奶菊的肚子里了。就在这时，深渊竟然开始疯狂崩塌，一股极度危险的气息逼近，深渊上空竟然出现了极其罕见的灾变。糟了，这深渊秘境异变了，真正的变异 BOSS 要出现了！难怪我的任务进度一直为0，原来还有真正的异变 BOSS。在深渊降临的时代，深渊秘境不都是一成不变的？某些低级深渊会产生异变，异变后的 BOSS 会强大数倍，甚至比高等级的深渊 BOSS 还要强。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扇深渊大门外都会有协会安排的人24小时镇守的原因。是深渊变异，汉子仪要炸了，快通知协会高层！深渊异变的情况极其罕见，一般出现后就会立刻通知协会高层，就像现在这样。穆大人，城郊有个1级深渊发生罕见变异，情况非常危急。查清楚里面是哪支队伍在攻略。原本是一个1级镇元师小队，但是林家的林山强行带队包场了深渊。林山只是4级镇元师，根本对付不了变异的深渊 BOSS。加快速度，
说不定还能救下他们。等等，林渊也在这个深渊里。有意思。打开道路最高权限，全速前往城郊深渊。是。这是深渊变异，而且是5级千手邪神。异变后的深渊 BOSS 实力会暴涨，比如眼前这头5级异变 BOSS 千手邪神，只有5级以上的镇渊石才对付得了。灵山这种4级镇渊石，甚至都生不起半点反抗的欲望。林家其他人更是连千手邪神的威压都承受不住。快跑！长老，我们动不了啊！我们是不是全都要死在这里了？救命啊！可恶！看着他们像狗一样绝望，我竟感到一丝痛快。他们视若死神的5级邪神，在我眼里不过是完成任务的垫脚石。我原本可以看着他们被千手邪神碾碎成渣，但或许我身体里也有着林家的血脉，终究还是不忍看到他们惨死。更何况只有斩杀深渊 BOSS 才能继续攻略其他深渊，以完成进阶任务。长老，你看，那家伙要去送死！那小子疯了！5级千手邪神，连我都不是对手，他怎么敢？疯子，他他妈就是个疯子！看来那个废物很有自知之明，知道主动去当肉饵。我们撤退。林家的蠢货们以为我疯了，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我一个人怎么敢面对5级魔物。但5级邪神毁天灭地的力量又怎样？只要我打响指，就能切断他的灵力，这满天的神威瞬间就会变成任我宰割的破铜烂铁。是时候让这群蠢货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力量了。灵力尽断，开！这怎么可能？灵力尽断，虽然能让这尊5级邪神瞬间变成废铁，但只有短短的1分钟。5级变异 BOSS 的血骨太厚，即便我用尽混沌之力疯狂推杀，也无法在1分钟内将其彻底轰损。而且1分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我被千手邪神一掌拍飞，受了重伤。他不行了，邪神恢复灵力了。越级对战5级变异邪神，确实极度消耗体力。既然我杀不死你，那就让真正的怪物来。小奶菊！小奶菊收到了我的召唤，立马现出明火异虎的真身，顿时就压制住了千手邪神。同时被压制的还有林家众人，而我则趁机来到邪神的头顶，使用了2阶神技。力掠夺，吸！我的灵力掠夺目前只能吸取目标30%的灵力，但这足以大幅削弱他的防御，并转化为我致命一击的底蕴。在我全力的一击下，千手邪神终于倒下，我攻略深渊的任务也终于有了进度。那只猫精就是刚才那只8级魔物，它竟然是那个废物的契约兽！他一个几乎零灵力的废物，凭什么拥有8级魔物？按照镇元法则，只要主人死了，契约兽就是无主的。趁他现在虚弱，杀了他，把契约兽抢过来。这就是林家，一群被贪婪蒙蔽双眼的蠢货。他们以为我虚弱了，就能任人宰割。事实正相反。去死吧，废物！想杀我，你配吗？在我准备解决林家众人的时候，变故出现了。这个变异深渊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而且是镇渊协会的高层，渊州3大世家穆家的8级镇渊使穆清霜。他不仅轰碎了变异深渊的结界，还用那双能看透一切高维法则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寒冷，心底却在怀疑他到底是敌是友。
我的灵力近段已经进入了3个小时的冷却阶段，在这个距离下，如果穆青霜对我出手，以我现在2阶的肉身，恐怕瞬间就会被他冻成冰雕。但他并没有动手，只是用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高维世界死死地审视着我。这绝对不是普通人能拥有的体质，但他的境界太低，仿佛被某种迷雾遮掩，我竟然看不透他。在测灵石上测出10001点灵力的人，真的是他吗？林渊，你到底藏着什么底牌？穆大人，救命啊！我是林家长老林山，这个1级废物不仅抢夺我们的深渊资源，还要杀人灭口！你快杀了他！聒噪！林山等人涉嫌私吞变异深渊资源，破坏协会制度，全部扣押，带回总部审问。是。不，穆大人，你不能这样！我是渊州林家的人，你们放开我！看着林山像死狗一样被人拖走，我心里冷笑。只是我没想到穆青霜不仅没有追究我，反而替我清了场。在这个阶级森严的世界，高位者对底层的宽容，往往意味着更危险的试探。对我来说，他无疑是个极度危险的变数，我必须谨慎对待。你的虎很可爱。听到那个虎字，我浑身的肌肉本能的紧绷到了极致。明火一虎早就变回了人畜无害的小奶菊，而穆青霜竟然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本体。那双洒发着金光的眼睛，绝对拥有看穿虚妄的高维法则。一旦他知道我身上拥有超越9级的秘密，整个渊州都会将我视为敌人。在这个世界，弱小就是原罪。不论穆青霜是敌是友，别人施舍的安全感永远是虚幻的。我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绝对的实力。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变强。林山被废的消息传回林家，林家家主林震天那个老狐狸坐不住了。他竟然拉下老脸，去跟赵家那个嚣张跋扈的太子爷赵世子联手，企图在整个渊州彻底封杀我。他们利用特权，直接砸钱买断了所有低级深渊的攻略许可，想切断我所有的升级资源，并派无数走狗暗中围堵，要把我活活困死在底层。但我根本不在乎，因为规矩是用来约束弱者的。为了完成那残酷的3阶晋升任务，我连续10几天不眠不休，通过黑市和非法渠道，强行杀入那些连财阀都不敢轻易涉足的险恶深渊。但长时间高强度的连轴转，让我的1阶神技灵力近段陷入了那该死的3小时冷却中，而且就算能用，也只能维持短短1分钟的时间。在这个变异风狼的巢穴里，我失去了降维碾压的底牌，只能依靠纯粹的肉身硬扛。小奶菊！好在我还有1只8级契约兽，在小奶菊的保护下，我不仅避开了致命攻击，还趁机向狼王发起了猛攻。没有神技的降维打击，越级徒手搏杀变异狼王极其吃力，甚至让我嗅到了死亡的气息。但正是这种在刀尖上起舞的濒死压迫感，让我体内的混沌之血疯狂沸腾。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变得更强。我的实战经验正在以一种令恐世界胆寒的速度飙升。灵力掠夺。我的2阶神技灵力掠夺，可以强行吸取敌人30%的灵力，化为己用。
这种以战养战的掠夺感，就是我在高压围剿中活下来，并且越战越强的最强续航底气。距离100个深渊，终于只差最后一个了。只要再攻略一个深渊，我的3阶进阶任务就能完成。但赵世子和林震天为了彻底将我扼杀在底层，竟然砸下天价，强行买断了整个渊州所有低级深渊的攻略权。财阀的行事作风向来如此粗暴，他们习惯用绝对的资源垄断，把底层人逼上绝路。但他们似乎搞错了一件事，我林渊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妥协这2个字。还有待攻略的深渊吗？什么等级都可以。只剩下最后一个2级暴食血肉深渊了，但没有队伍申请攻略。给我吧，我一个人去。少爷，搞定了。刚踏入这扇门，我就闻到了陷阱的味道。这一路上不断涌出的深渊魔物，就像是刻意被驱赶过来消耗我体力的炮灰。当我踩着没过脚踝的血水，终于走到这迷宫的核心区域时，那几条一直隐藏在暗处死死咬着我的尾巴，也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林渊，别怪我们无情，要怪就怪你得罪了赵家。没想到赵世子为了对付我这个名义上的废物，竟然下了血本，派出了3个5级镇元使来刺杀我。要是平时，我根本不会畏惧，但现在我的体力被大幅度消耗，对上3名高级杀手，不得不谨慎行事。就在我思考对策之时，他们竟朝我冲了过来。在这个2级深渊的核心区，竟然封印着一只小狗，但我无暇去想，因为此刻的我正被3名杀手包围。林渊，乖乖变成这堆烂肉的养料吧！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面对足以将我瞬间切成碎块的致命绞杀，我的内心反而沉静得像一潭死水。我没有试图用透支的体力去硬扛那不可能挡下的5级灵压，而是在脑海中精确地进行着倒数：3、2、1。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1阶神技灵力尽断，那漫长难熬的3个小时冷却期，在毒刃即将割破我皮肤的这一秒，刚刚好结束。这怎么可能？我的灵力消失了！虽然灵力尽断只能持续短短1分钟，但足够了。现在是属于我的狩猎时刻，我立刻将混沌之力凝聚在拳上，轰打出去。但5级镇元使的肉身底子实在太厚，仅凭我2阶混沌仙体的物理攻击，根本无法在60秒内将他们全部轰杀。1分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小畜生，我看你还有什么花招！给我死！现在的我对付2名训练有素的5级杀手还是太过艰难，但我还有小奶菊，他的出现帮我解决了不少麻烦。只是我没想到，他们竟然拿出了可以控制高级魔物的特制法宝，将明火一虎控制在原地。赵世子的算盘打得确实精巧，我身受重伤，唯一的底牌也被死死压制，局势瞬间倾覆。此刻的我陷入了真正的视死无生之境。没有了神技的降维打击作为威慑，想要凭2阶混沌仙体的肉身强杀2名全盛状态的5级杀手，简直是痴人说梦。但我林渊从不会坐以待毙，混沌仙体的本能在此刻疯狂跳动，那种近乎荒谬的直觉告诉我，破局的唯一生机就在那个诡异的法阵里。灵力掠夺，给我吞！我强行吸收了深渊30%的灵力，并将所有深渊能量全部逼向掌心，疯狂压缩，提炼成了一颗最纯粹、浓度高到近乎液态的灵力球。在生死搏杀中，防守就是等死，我只能另想他法。而且法阵里那只饿得皮包骨头的小狗，绝对不是什么寻常生物，我必须赌一赌。装神弄鬼，带着你的挣扎下地狱去吧！
吃吧。果然，在这吃人的深渊底层，怎么可能存在什么可怜的流浪狗？但我没想到，它的真面目竟然是传说中只要有足够能量，就能吞天噬地的上古凶煞饕餮。我的直觉果然没错，饕餮张开了他的深渊巨口，一瞬间就吞下了我扔给他的灵力球。一同被吞下的还有那2名5级杀手。别吃我！在这个充满危险的世界里，能活下来才是硬道理。这头凶煞吃饱喝足后，体型迅速缩小，又变回了那只看起来有点滑稽的小黑狗。更让我震惊的是，他竟然主动和我缔结了血契，成为了我第2只契约兽。但他因为被封印时间太长，只能发挥出50%的实力，剩下的一半需要特定的机缘才能解开。即便如此，对我来说也已经是个不小的收获了。随着这最后一个深渊被攻略，我那漫长的3阶进阶任务终于完成了。3阶的神技是五行拓印和伪装，它可以模拟任何等级的灵压波动，甚至可以在接下敌人攻击后100%复刻并强化敌人的攻击。这对我来说非常实用，并意味着我在面对更强的对手时多了一张保命的底牌。正在我感到庆幸的时候，灯神序列的第4个进阶任务来了。当我带着一猫一狗完好无损地从血肉迷宫跨出的那一刻，那些等着看我笑话的人脸上的表情精彩极了。你怎么可能活着出来？赵世子派进去的3位5级大人呢？肯定是一直躲在深渊入口没敢进去，靠着狗屎运捡了条命吧？你看他还带着条狗，真当深渊是菜市场了。在他们眼里，一个1级的废物绝对不可能在赵世子的死亡陷阱里活下来。面对这些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的嘲讽，我其实并没有多少愤怒，只觉得有些吵闹。既然我已经踏入了3阶，也是时候换一种方式来省去以后这些不必要的麻烦了。我直接催动了刚刚解锁的3阶神技五行拓印与伪装。这技能不仅能在战斗中复刻敌人的绝技，还能在平时完美模拟任何级别的灵压波动。我所模拟的5级灵压瞬间降临。刚才还满脸讥讽的赵家守卫和那些底层镇渊使，甚至连一丝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他们不仅没有再说一个字，就连呼吸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而我就在他们震惊的视线中大步离场。我没有理会协会和赵家的惊叹，反而跟随着灯神序列的指引来到了渊州郊外。这里有着一处连协会档案里都没有记录的隐藏深渊——太渊剑冢，而这也正是我4阶任务的进阶所在。4阶任务极其严苛，要求我必须不依靠任何契约兽的帮助，独自一人去击败一尊远古剑主。我知道这是一场九死一生的硬仗，但要是想站上这蓝星的最高地，这就是我的必经之路。那就是我的对手，深渊第1剑主剑圣无极，比6级镇渊使还要恐怖的存在。没有了明火异火和饕餮的掩护，单凭我自己3阶强度的肉身去面对这位剑道宗师，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死压迫感。无极随手挥出的剑气瞬间就锁定了我，速度快到我无法躲避，只能
抓起一旁的残剑挡在身前，硬抗这一击。但我还是低估了剑圣，残剑破碎，就连我的双手也差点废掉。这种实力的差距让人绝望，但我不会退缩，我一定会跨越这座高山，从而站在蓝星的顶点。剑圣的攻击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只有纯粹到极致的快和准。在这场血战中，我就像是一叶随时会被碾碎的孤舟，但我咬紧牙关，始终没有打响那个能让我瞬间翻盘的响指。我的神技灵力尽断，只有短短1分钟的真空期。如果我在没有摸清他底线的情况下贸然使用，一旦1分钟内杀不死他，死的人就一定是我。面对这种高出我几个大境界的怪物，我必须等一个一击必杀的绝对破绽。太渊顺影斩，经过数百剑的折磨和濒死的试探，终于让我等到了这一刻。太渊顺影斩是剑圣最强的成名绝技，也是他毫无保留空门打开的瞬间。在太渊顺影斩到来的一瞬间，我立刻发动了3阶神技五行拓印与伪装。这个技能可以让我在接下敌人攻击后100%的复刻并强化对方的绝技。太渊顺影斩！怎么可能？他引以为傲的绝技被我原样打回。这位高高在上的剑圣终于露出了他致命的破绽。趁着这位剑道宗师心神失筹的0.1秒，我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发动了1阶神技灵力尽断。1分钟的神明真空气轰然降临，无极身上那原本令人窒息的恐怖剑压，如同被强行掐断的火苗，瞬间溃散得无影无踪。就此被我所复制的太渊顺影斩击退。失去灵力护体的剑圣，肉身同样会流血，会受伤。我强忍着3根肋骨断裂的钻心剧痛，将混沌仙体最原始的狂暴力量全部汇聚于右拳。这是决定生死的1分钟，我绝不会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这一拳虽然重创了他，但我依然能感受到这位远古强者骨子里的可怕底蕴。就在灵力尽断的时间只剩下最后10秒钟时，倒在废墟中的无极居然强行站了起来。他竟然不惜一切代价，燃烧了自己的剑道本源，要和我决一死战。以身化剑，万船归海。面对他燃烧生命的绝命反扑，我没有丝毫退避，反而趁机发动了2阶神技灵力掠夺。我将这股极其纯粹，甚至带着远古剑意的本源灵力，瞬间压缩在自己的指尖，化作了一记无坚不摧的手刀，向着无极打出了全力一击。好霸道的手段，能在生死之间如此冷静，我败得不冤。这位深渊第一剑主用他的死给我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而随着他的消散，我眼前的灯神序列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芒。我终于成功晋升4阶，并且新解锁的4阶神技冤魂提取更是让我呼吸一滞。它可以在我击杀深渊 BOSS 或顶级强者后，抽出他们的灵魂与战斗本能，炼化为绝对忠诚、保留生前战力的不死冤魂。虽然1天只能提取5只，但这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能。这意味着，从今天起，只要有强者死在我的拳头下，我一个人就能拉起一支足以碾压蓝星所有镇元小队的冤魂大军。4阶神技冤魂提取，不仅能剥夺死者的灵魂，还能将其生前的战斗本能完美保留。既然无极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强者，那就换一种方式，随我一起踏上这蓝星的巅峰吧。你的实力如此强悍，就做我的第1军团长吧。第1军团长无极，愿为主人斩碎一切。看着单膝跪地的无极，我知道
属于我的一人成军之路终于拉开了序幕。而灯神序列没有给我任何喘息的时间5阶进阶任务立刻发布，让我吸收并炼化3种极端的灵力本源。要想收集这3种极端的深渊本源，就必须进入危险的高级深渊。但我目前的档案记录依旧是那个只有1点灵力的1级镇渊石。你疯了吗？这里是高级深渊派发区，至少是5级镇渊石以上才能来。你一个1级炮灰跑来凑什么热闹？赶紧滚去那边排低级深渊去！在这个只看重灵力等级的协会里，讲道理是行不通的。既然他要看资格，那我就给他看看所谓的资格。我当即利用3阶神器五行拓印与伪装，模拟了5级镇渊石的灵压。5级灵力，对不起大人，是我有眼无珠，这就为您办理高级攻略证。看着他发抖着递攻略契约的滑稽模样，我并没有觉得多痛快，只觉得讽刺。而我在大厅里展现出5级灵压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以极其夸张的速度传遍了整个渊州。就连那个在深渊里弃我而去的未婚妻苏婉儿，在得到消息的那一刻，也是震惊到连最名贵的茶杯都摔碎了。毕竟在他的剧本里，我应该永远烂在深渊的底层才对。在这个利益至上的世界里，消息总是传得比风还快。苏婉儿，我从小指腹为婚的未婚妻，在得知我竟然拥有5级灵力后，竟屈尊降贵跑来这贫民窟找我。渊哥哥，当年在深渊抛下你，都是家族逼我的，我心里一直只有你。我们重修旧好吧？看着他这副虚伪作态，我心里只觉得可笑。他以为几滴眼泪就能抹平当初的背叛，但我临渊的路上，不需要这种见风使舵的墙头草。我放你自由，去追你的权贵吧。而林震天那个老狐狸竟然派人送礼，企图拉拢我。被我打发后，他转头就去查了我的镇渊史档案，发现系统里的我依然只是个1级炮灰，瞬间恼火。财阀的傲慢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他们宁愿相信档案上的数字，也不愿相信一个底层蝼蚁能够翻身。恼羞成怒的林震天直接在黑市下达了针对我的绝杀令。一个1级的废物，也敢用障眼法骗我！立刻在黑市发布天价悬赏，我要他的狗命！是，家主。林震天派出了3名6级镇渊石，这手笔确实不小。若是以前，我或许还要周旋一番，但现在，我连出手的兴趣都没有，因为我不再是一个人战斗。无极，解决他们。是，太渊顺影斩。深渊第1剑主的冤魂，秒杀几个6级蝼蚁如同砍瓜切菜，这就是一人成军的滋味，简直美妙至极。回去告诉林震天，想杀我，让他自己来。秒杀林震天派来的黑市猎手后，我本以为会迎来财阀更加疯狂的反扑，但我没想到最先找上我的竟然是穆清霜，这个在协会里只手遮天的8级镇渊石，竟然主动提出要和我结盟，替我压下财阀在明面上的所有追杀。不仅如此，他还当着我的面摘下了压制高维世界的眼罩，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坦诚。我知道他那双眼睛一定看到了我体内那不安分的混沌之力。这样做对你没有好处，你想要什么？等你站到最高处的时候，告诉我，那上面是什么风景？他的要求听起来很虚无缥缈，但我懂他的意思。这杯茶喝完，我们之间那些隐晦的互相试探便再也不会发生。况且有了他挡住明面上的麻烦，
我也可以毫无顾忌的去冲击我的5阶任务了。灯神序列的5阶任务要求我吸收3种极端的灵力本源。为了寻找第1种极暗本源，我独自踏入了这扇6级的暗影血池深渊。这里伸手不见五指，它不仅剥夺了所有的视觉光线，甚至连镇渊使的灵力感知都会被这无尽的暗影瞬间吞噬。我刚深入血池，就遭遇了致命的袭击。对方是镇守这片深渊的 BOSS， 远古刺客大师影流。在这片绝对的极暗主场里，他根本不需要隐藏，因为他自己就是个几乎没有实体的幽灵。短短几次呼吸的时间，我就被他连续割出了数道深不见骨的伤口，血流不止。如果换做普通的镇渊使，此刻恐怕早就被肢解成了碎肉。但我并没有慌乱，因为我知道，在刺客的领域里，一旦乱了阵脚，等待我的就只有死亡。既然眼力会欺骗我，甚至连感知都会被这片极暗的深渊剥夺，那我就彻底放弃防守。在这片绝对的黑暗中，我索性闭上双眼，将混沌仙体的肉身本能提升到极限，去捕捉那一丝转瞬即逝的杀意。在刺客出手的瞬间，就是他实体暴露的唯一破绽。我以肉身硬扛了他最致命的一刀作为代价，在刀锋贯穿我左肩的瞬间，死死抓住了引流的本体。我趁此机会，立刻发动了2阶神技灵力掠夺，狂吸他体内30%的暗影灵力，滚烫的能量冲入经脉。原本虚无的刺客大师在我手中剧烈挣扎，最终被我反手一记重拳彻底轰碎了核心。而我也没闲着，立刻发动了4阶神技冤魂提取，让刺客引流成为我的第2军团长。随着引流的陨落，周遭粘稠的血池开始干涸，我也成功吸收了5阶任务所需的第1种能量——极暗本源。在引灵魂魂消散的核心处，我发现了一枚悬浮在暗影中的黑色晶核，这是一枚顶级的特殊道具——暗影压制符文。它的效果极其霸道，佩戴后能强制压制任何形式的灵力暴走与能量失控，将其降至安全阈值。林先生，穆大人在攻略7级深渊时，体内的变异灵力突然失控暴走，因为伤了同队的高级镇渊使，现在被会长控制住，关押在协会最高看守区的意志舱里，随时面临爆体危险。我求您快来看看吧！没想到穆青霜的变异灵力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暴走了，甚至到了面临爆体的绝境。看着手中这枚爆出的暗影压制符文，我的眼神冷了下来。他是我刚刚结盟的生死知己，我绝不会让他就这么死在意志舱里。我赶到协会最高看守区时，整个地下建筑已经被穆青霜失控的灵力冻成了冰川。他的变异灵力已经彻底暴走到8级巅峰，连他那位身为9级镇渊使的爷爷穆长风，此刻对这股绝对灵度都束手无策。站住！极寒灵力正在引发暴动，连我这把老骨头都压不住他。你一个1级的小辈进去就是送死，马上滚出去！如果是以前面对9级大能的威压，我或许连头都抬不起来，但现在的我眼里只有那个快要被自己力量撕碎的女人。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教我做事。别过来，林渊，快走！这股力量会把你冻死的。舱内的极寒几乎要将我的血液彻底冻结。他痛苦地警告我滚开，但我没有理会，反而直接催动体内的混沌之力，将他体内那股狂暴到极点的极横灵力毫不留情地强行吸入我的经脉中。这种强行掠夺8级灵力的过程让我险些失去意识，但在生与死的极限交汇处，我发现他的视线正死死盯着我的影子。在他那双能看透一切的高维视野里，我隐藏的冤魂大军和上古凶兽毫无保留地展露了出来。看着他眼中从极度痛苦转为彻底的震撼与臣服，我知道他终于真正认可了我。那股致命的极寒被我尽数吞噬，我不仅化解了他的死局，还因祸得福，成功吸收了5阶任务所需的第2种能量——极寒本源。我用暗影符文为他编制了这条眼罩，有了这东西的压制，他的力量便会被强制锁定在安全阈值，甚至可以在深渊中更上一层楼。我也就不用担心他的暴走，从而继续完成我的进阶任务。只是我没想到，当他安静地靠在我身上时，这冰冷的日志舱里似乎多了一丝难得的温热。我的内心
好像也被一股奇怪的情感所触动。为了寻找进阶5阶所需的最后一样极岩本源，我独自踏入了这扇6级的重力岩浆深渊。这里的重力是外界的10倍，就连空气也因为高温而扭曲，让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变得极其沉重。但这反而成了我淬炼混沌仙体最好的试炼场。我费了不少力气才打败了这里的深渊 BOSS， 也终于有机会可以吸收深渊中散落的极岩本源。随着极岩本源入体，我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在岩浆湖的最深处，竟然有一头被12根玄骨运铁锁链镇压的庞然大物。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身上那股熟悉而恐怖的远古煞气，那是和饕餮处于同一级别的上古凶煞桃户。难怪我杀死了 BOSS， 这扇深渊大门却没有关闭的迹象，原来是因为这里封印着真正的远古凶兽。我本想试着靠近，但以我目前的肉身强度，根本无法承受熔断锁链的那种高温，强行出手只会落得灰飞烟灭的下场。我只能将这里的坐标死死记在脑海里，等我踏入更高的阶级，一定会回来收复它。然而，极致的提升往往伴随着代价。刚吸收完极岩本源，我的身体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短暂的极度虚弱期，而就在这最致命的空档，深渊的阴影中却亮起了5道令人绝望的煞机。林渊，赵家花了天价买你的命，今天就是你的死期。5名7级镇渊师，赵家为了要我的命，竟然连这种级别的重装杀手团都请出来了。而最糟糕的是，我的1阶神技灵力尽断，正处于漫长的冷却期。在虚弱状态下硬扛5名7级杀手，我陷入了真正的苦战。这5个人的配合天衣无缝，每一次攻击都直奔我的要害。我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视线都开始模糊。就在那致命的一锤即将砸碎我脑袋的瞬间，小奶菊现出了本体，不顾一切地挡在了我的身前。看着为了保护我而被砸断骨骼、倒在岩浆里濒死的小奶菊，我的理智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在这个冰冷的世界里，他是第一个义无反顾挡在我面前的生命。一股前所未有的暴虐与杀意，彻底淹没了我。一直能硬扛我9成力量的畜生，死了还真有点可惜。林渊，接下来就轮到把你的脑袋砸个稀巴烂了。看着为了保护我而倒在岩浆里濒死的小奶菊，我体内的混沌之力彻底失控了。我很少有情绪波动，但这一刻，一股前所未有的暴戾淹没了我。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眼前这5个杂碎全部捏成肉泥。但在生死交界的极致瞬间，奇迹发生了。明火异虎沐浴着极炎的黏浆与敌人的污血，竟然在绝境中触发了涅槃。那道困扰了他无数岁月的远古血脉枷锁，被硬生生的冲破了。这是什么级别的怪物？他竟然进化成了传说中的终结形态，肆意灾厄态。
那股凌驾于众生之上的灾厄气息，甚至让这10倍重力的深渊空间都出现了极其不稳定的裂纹。随着这5条杂鱼被清理干净，极暗、极寒、极炎3种极端的本源灵力终于在我的体内完美融合，我也终于完成了进阶任务。我成功晋升了5阶混沌仙体，而新解锁的神技深渊造物让我拥有了无视现实法则的能力。只要消耗混沌之力，我甚至不需要进入深渊，就能从虚空中直接提取甚至具象化出任何深渊物资。有了这块极品渊血矿，饕餮和小奶菊的实力将迎来一次极其恐怖的飞跃，而这也意味着我终于有了足够的资本去面对那个我隐藏了20年的过去。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个从贫民窟爬出来的孤儿，但其实我是林家总部天陨神岛的流放者，而我的母亲因为患有深渊精化症，被家族丢在岛上等死。以前我没有能力救她，但现在我已经是5阶混沌仙体，是时候回一趟天陨神岛，去看母亲了。天陨神岛，渊州林家的真正总部。这里的灵力浓度是外界的10倍，随便走出来一个守卫，都是在外界足以开宗立派的高级镇渊师。这不是当年被流放渊州旁支的废物林渊吗？一个1级炮灰，竟然还敢恬不知耻的跑回总部，还带着宠物，你当是旅游呢？天陨神岛不留废物，立刻滚出去！看着这群拔刀相向的所谓族人，我内心连一丝波澜都没有。我早就不是那个会因为别人嘲笑而愤怒的底层蝼蚁，阶级观念对我来说更是不值一提。我今天重返这座吃人的岛屿，唯一的目的就是去见我那患病的母亲。这就是我的亲生父亲，林氏族长，林家总部的最高掌权者，9级镇渊使林天傲。在他眼里，只有价值和实力，至于亲情，不过是用来维系权力的筹码。流放废物，谁给你的胆子踏足主殿？你知不知道，你这1级的可笑修为，让整个家族蒙羞！我来见我母亲。见她？你母亲身患深渊精化症，连我都束手无策，只能靠晶石勉强替她续命。一个小小的1级镇渊使，就算见了她，又能做什么？他那高高在上的嘲讽，源自于他对9级灵力的绝对自信，但他根本不知道，对于已经踏入5阶、掌握了深渊造物的我来说，治好深渊精化症根本不需要什么大能的修为，只需要极其纯粹的深渊本源。我有我的打算，不劳您费心。踏上天陨神岛的那一刻，我没有理会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所谓亲人，我的眼里只有这座高塔里那个被病痛折磨的女人。她的半边身子已经被深渊精化症侵蚀，在林家总部的眼里，她只是个没有价值的弃子。但现在，我有能力把她从鬼门关拉回来。就算见到了，你也束手无策，还是尽快离开，不要再给我丢人现眼了。我没有理会父亲，反而发动了刚刚解锁的5阶神技深渊造物，疯狂抽取体内的混沌之力，从虚空中直接提取出了一块100%之纯度的极品渊血矿。那是这是极品渊血矿的残宝生机，不可能！这小子从哪里弄来的这种神物？哼，估计是在哪个狗屎运的低级深渊里捡到了天大的机缘罢了。真是暴殄天物！
听着他们震惊却又拼命找借口自我安慰的丑态，我只觉得无比滑稽。夏虫不可语冰，我连半句解释的废话都懒得跟他们说。林渊，不用你赶我，我会走的，照顾好我母亲。我没有回头，这个冰冷且势利的家族不值得我留恋一分一秒。为了守护我在乎的人，我必须变得更强。而灯神序列也在此刻向我下达了更加疯狂的试炼。灯神序列发布了6阶进阶任务，要求我不动用契约兽，不召唤剑圣无极等任何冤魂，单枪匹马去摧毁一座被财阀掌控的7级深渊堡垒。这不只是对我混沌仙体肉身底蕴的极限压榨，更是让我去直面那些自以为能只手遮天的财阀。远州临阵天为了杀我，竟然跟赵家太子爷赵世子正式结盟，在这座7级深渊里布下了极其罕见的封门绝杀阵。只要利用阵法困住 BOSS， 大门就会永远敞开。这是一场不死不休的困兽之斗。我的影子被大阵的诡异符文死死锁住，所有战兽的助力在这一刻被彻底封印。林渊，你那只能打的畜生呢？没了契约兽的保护，你就是个没牙的废物。今天你插翅难逃！供奉听令，给我用7级禁咒把他轰成渣，连骨灰都不要剩下！面对足以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的7级禁咒联手轰炸，他们以为剥夺了我的契约兽，我就只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但他们根本不明白5阶混沌仙体到底拥有着怎样令人绝望的恐怖底蕴。禁咒的威压锁死了我所有的退路，但我一点也不害怕，反而极其冷静地压榨着体内的混沌之力，毫无保留地发动了5阶神技深渊造物。这面犹有凭空制造的渊铁巨盾，替我硬生生扛下了第一波最致命的冲击。虽然受了重伤，但这已经足够了。我随意地擦去嘴角的鲜血，缓缓站直了身子。在漫天狂暴的烟尘中，我的左手大拇指与中指猛然摩擦，混沌波纹从我身上蔓延开来，波及到在场的所有人。怎么回事？我的灵力！我的灵力怎么全没了？那是我的1阶神技，灵力尽断。短短1分钟内，所有高高在上的高级镇渊使，统统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猎物与猎手的身份在这一秒彻底切换，而我也趁此反击。7级镇渊使果然很有实力，即使没有灵力，也能躲过我的攻击。但我还有3阶神技五行拓印。我不仅完美复刻了他的高阶身法，还在混沌仙体的加持下变得更快、更诡异。由于不能召唤契约兽，为了维持这种高强度的单方面绞杀，我必须保证体力的绝对充盈。我不断在杀戮中穿插使用2阶神技灵力掠夺，强行提取这群人肉沙包体内30%的本源灵力。这种残暴又以战养战的极限血量方式，让我在这片绝杀大阵中化身为一台不知疲倦的绞肉机。但1分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我踩着混合着血水与肉脏的台阶，俯视着这2个自以为是的神明。接下来是时候清算这20年来的所有旧账了。1分钟时间到了，但很遗憾，你们的人也死光了。在绝对的力量碾压面前，这2人引以为傲的财阀底蕴被彻底撕碎。他们甚至不惜燃烧自己的寿命与灵力本源，发疯似的向我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但对于5阶的混沌仙体来说，
这种级别的挣扎，连给我挠痒痒都不够资格。林渊，渊儿，我是你二叔啊！看在林家血脉的份上，饶我一条生路吧！我有钱，我把赵家名下所有的深渊公会和晶石矿养都给你，只要你不杀我。看着这曾经只手遮天、视低层为蝼蚁的渊州主宰，像两条断了脊梁的丧家犬一样在我的脚边磕头求饶，我的内心竟然生不出一丝波澜。在这个残酷的灵力世界，如果今天倒下的是我，他们只会踩在我的尸体上笑得比谁都大声。也是此时，我的6阶进阶任务终于完成了。在我的灯神序列成功晋升到6阶的那一刻，我也获得了6阶神技，而这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来自于高维层面的真正神法。法则剥夺可以让被我混沌之力锁定的敌人不再是像灵力尽断那样仅仅失去1分钟的灵力，而是永久性击碎对方的灵力根基。虽然一天只能使用3次，但这足以摧毁任何一个强者的信仰。法则剥夺。杀戮在这个世界太廉价了，对于这种视灵力为神权、视底层为蝼蚁的人来说，一刀杀了他们太便宜，剥夺他们引以为傲的修为，让他们变成曾经最看不起的废人，才是最极致的裁决。我解决了深渊 BOSS， 并离开了这里，没有理会赵世子和林震天，因为他们的结局已经注定。在这座7级深渊里，失去了灵力护体的凡人肉胎，根本无法承受深渊本身自带的恐怖威压。渊州的旧账已经清算完毕，但我没有时间去享受胜利的喜悦，因为灯神序列的试炼依然在继续，7阶的进阶任务已经出现，而我的变强之路还在继续。进阶任务：承受极渊之火洗礼，收服远古不屈图腾。完成任务即可突破等级上限，晋升7阶。7阶进阶任务指引我回到了这座重力岩浆深渊。上次我来到这里时，肉身孱弱，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尊凶兽被镇压。但现在，我已经是6阶混沌仙体，拥有了直面极渊之火的资格。我用混沌之力包裹全身，跳进了这片1000度高温的岩浆湖，但我还是低估了它。混沌之力很快就被侵蚀，10倍的重力仿佛要将我的5脏6腑彻底碾碎，要徒手去拔那12根烙印着远古法则的运铁锁链，这根本不是正常人能承受的痛苦。整整3天3夜。我没有踏出岩浆湖半步，我的血肉在极渊之火中被一次次烧成焦炭，又在混沌仙体的自愈力下生生重组。这种在毁灭与新生中反复撕裂的极致折磨，就是灯神序列所谓的洗礼。当最后一根锁链被我徒手拔出时，这尊被镇压了无数岁月的上古凶煞终于重获自由。他看着我这副历经3天3夜焚烧却依然挺直的脊梁，
低下了他那不可一世的高傲头颅。他被我不屈的傲骨折服，主动献出本源与我缔结了血契，成为了我的第3只契约兽。他和饕餮一样，目前只能发挥出50%的实力，但我却获得了一项极其强悍的半生奖励——绝对反伤壁垒。远古4大凶兽，我已经在这深渊中凑齐了饕餮和桃物2只。看着他们的温顺模样，我心里不禁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既然这底层的深渊里封印着他们，那剩下那2个传说中更恐怖的禁忌存在，会不会也藏在某个深渊的尽头，等我去发现呢？为了徒手拔出那12根云铁锁链，我透支了整整3天3夜的体力。在收服桃物、收敛气息的这一瞬间，我的肉身进入了极度虚弱的休眠期。这是一个完美到极点的破绽。我也没想到赵家残党竟然在黑市砸下天价悬赏雇佣了一位8级镇渊师，而他就在这极度恶劣的深渊里像死人一样潜伏了很久。这带着撕裂空间杀意的一刀极其刁钻狠辣，如果换作1分钟前我没有拔出锁链的时候，这一刀绝对足以让我的心脏瞬间碎裂。但很可惜，他出手的时机太晚了。这不可能！这就是桃物的半生奖励，绝对反伤壁垒。它能无视等级差距，100%反弹一切致命伤害，但1天只能使用1次。这名8级镇渊使引以为傲的必杀一击，被反伤壁垒1分不落的原路奉还给了他自己。面对这种级别的跳梁小丑，我甚至连回头的兴趣都没有。赵家残党的垂死挣扎，对我而言连个插曲都算不上。我不仅毫发无伤，还让影流帮我解决了那名8级镇渊使。本以为7阶任务会就此画上句号，却没想到任务并没有完成。灯神序列那猩红色的指引光芒，跨越了无尽的虚空，直接将下一个坐标锚定在了一座极其古老且诡异的深渊大门上。8级的虚空咒印深渊，我能感觉到这扇门后没有任何魔物咆哮的动静，只有无穷无尽、足以毁灭一切的远古禁咒。像以往一样靠纯粹的暴力和拳头，恐怕无法敲开这扇门。接下来的路只会比我想象的还要有趣。踏入这座8级深渊，我面对的不再是狂暴的魔物，而是一座由致命禁咒和无尽迷宫构成的死局。在这里，纯粹的暴力和物理攻击毫无意义，任何一丝鲁莽的灵力波动都会触发足以将我碾成虚无的远古杀阵。这是一场极其残酷的脑力绞杀。我彻底收敛了所有的武力，将混沌仙体的推演能力催动到了极限。我仿佛坠入了一个无底的数字黑洞，疯狂地拆解着这些晦涩难懂的远古密码。这个深渊很特殊，深渊内的时间流速和外界完全不同。在现实世界里或许只是短短的9个小时，但我在这虚空迷宫中却硬生生地熬了9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极度压榨着我的心血与精神。9天9夜的极限推演，我终于敲碎了这全部的9层古老咒印。随着禁制的瓦解，沉睡在这座深渊最深处的远古巫灵玄策终于被我唤醒。面对这种以智慧著称的远古巫灵，用力量去征服它是最愚蠢的做法。我用9天9夜的推演，在这片纯粹的咒印领域里彻底折服了他。玄策，愿追随主上。我顺利提取了第3军团长巫灵玄策，而随着他的归位，那漫长的7阶进阶任务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与此同时，我也解锁了7阶神技绝对领域，它能让我将这庞大的深渊大门
强行剥离现实空间，直接藏进我自己的影子中，从而制造出一个完全属于我的门内世界。在这个被我掌控的影之世界里，我不再是被规则束缚的挑战者，而是唯一的主宰，真正的造物主。至此，我的底牌终于彻底丰满。刚收服选册，灯神序列的8阶进阶任务便如期而至。他让我破译虚空与机械远古密码，统治海陆空深渊。我也没有丝毫停歇，直接踏入了这座8级的机械天炉深渊。面对这尊装甲厚度达到极点、常规物理攻击完全无效的蒸汽巨兵，蛮干只会耗尽我最后一丝体力。不过现在，我早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全军出击！我让3只契约兽火力全开，正面牵制住泰坦的毁灭打击和清理杂兵。但我很清楚，想彻底摧毁这台杀戮机器，必须从内部瓦解它的核心。3大军团长为我开路，我则趁机进入巨兵的体内。巨兵的体内是无数疯狂搅和的致命齿轮与滚烫的高压蒸汽，哪怕只是被擦中一点，我的血肉之躯也会瞬间粉碎。我极其冷静地在机械缝隙中穿梭，终于来到了他那轰鸣跳动的核心动力源前。1阶神技，灵力尽断。只有短短1分钟的绝对停滞时间，我将混沌仙体的力量催动到极限，毫不犹豫地将双手死死按在那颗巨大的核心之上，顶着滚烫的余温，极其艰难地用混沌之力去改写它的远古底层程序。当核心的红光彻底转化为暗金色的那一刻，这尊无法被摧毁的杀戮机器终于低下了它高昂的钢铁头颅。我成功将其提取成第4军团长巨兵泰坦，正式归位。刚刚提取了巨兵泰坦，我没有给自己留1秒钟的喘息时间，继续完成8阶进阶任务的同时，推开了这座9级的天空圣殿深渊大门。但这位高高在上的 BOSS 云灵，简直是我遇到过机制最恶心的存在。他不仅顶着一层根本无法打破的无敌护盾，还始终猥琐地悬浮在万米高空，对我进行极度恶心的拉扯消耗。他不仅能给这群杀不完的杂兵治疗，还能无限增强，甚至是满血复活。在这种高强度的极限消耗战下，哪怕是我的7阶混沌仙体，体力也已经接近了透支的边缘。既然他喜欢躲在天上玩群殴，那我就让这位高高在上的神明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一人成军。全军列阵。我的底牌全开，无极的剑气封死了他逃窜的天空，玄策挥动法杖，漫天紫色劲照精准洗地，彻底限制了他的走位。而影流则早已融于云端阴影，像毒蛇一样暗中寻找着那道护盾的致命破绽。面对这种极致的配合战，我也没闲着，反而利用明火异虎的制空拳，在狂暴的雷霆与圣光中，与云灵展开了最高强度的近身周旋。我不停地用混沌之力轰击他的护盾，双眼像一台极其精密的雷达，
死死盯住战局的每一丝变化。我在等一个能把他从神坛上扯下来的瞬间。就是现在！在灵力尽断的1分钟绝对真理面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神明还是贤者，失去护盾，也不过就是一块脆弱的肉排。我任由贤者云灵的尸骸坠落，沐浴着漫天的金色神血，俯瞰着这座被我彻底统治的天空圣殿。灯神序列的8阶进阶任务，终于迎来了终结。随着云灵的无敌护盾被灵力尽断彻底粉碎，这场漫长的高空消耗战终于画上了句号。在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无敌，只有绝对的实力。我毫不犹豫地发动了4阶神技冤魂提取。虽然云灵的机制极其恶心，但在成为我的冤魂之后，这种无限治愈和复活的能力将是我冤魂大军最恐怖的后勤保障。贤者云灵，愿为主上降下神恩。至此，第5军团长归位。随着云灵的臣服，我眼前那道半透明的暗金面板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芒。我成功晋升了8阶混沌仙体，并解锁了最新的8阶神技深渊同化。这个技能更是霸道的不讲道理，它能强制将蓝星现实世界的一定区域瞬间转化为深渊的极端环境。只要我想，我随时能把现实变成我的主场。我来到一处荒野，准备看看一路走到今天的我究竟攒下了怎样的底牌。于是我闭上眼睛，催动体内的混沌之力，直接施展了7阶神技绝对领域，召唤出了那座独属于我的深渊大门。集结！看着这支由顶级强者和契约兽组成的恐怖阵容，我的内心毫无波澜。世人都以为我是一只有1级的废物，但现在，我一个人就是一支足以推平蓝星的无敌军队。我并不关心这震撼的集结画面是否会触发协会的天眼监控，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替我处理好一切。一个超越了9级的怪物镇渊使，林渊，你到底还要给我多少惊喜？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那群绝对忠诚的冤魂，或许只有他才能真正窥见深渊的冰山一角。在我测试当下实力的时候，天陨神岛出现了极其罕见的深渊兽潮，一座隐藏在深海中央的9级深渊岛因无人发现，最终引发了暴动。倾巢而出的9级变异魔物几乎要将林家总部彻底抹平，林天傲和全岛的精锐死伤惨重，即便协会紧急派出了穆清霜等12名顶级战力，在这片属于海怪的绝对主场里，也只能是在绝望中拖延死亡的时间。我并不是来拯救林家的，只是我的母亲还在这里休养，我不可能让这群畜生惊扰到她。趁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正面战场，我借着海上浓雾的掩护，悄然踏入了这片死亡海域。完了，天陨神岛全完了！深渊同化。在海战中对付海怪是最愚蠢的做法。我直接动用了8阶神技深渊同化，强制将这片海域变成了对我最有利的环境。失去了海洋的庇护，这群怪物不过是砧板上的鱼肉。我没有丝毫保留，直接将深渊大门彻底敞开。5大军团长，
3大远古契约兽，以及我提取的千军万马不死冤魂，如洪流般倾巢而出。在我的绝对主场里，这头9级的兽潮之王甚至没能撑过我的一轮绞杀。随着他的陨落，那扇隐藏在深海的9级大门终于失去了能量支撑，轰然关闭。危机顺利解除，我并没有出去领功的打算，也没有出现在他们面前。我是个只想安静变强的人，不需要那些无用的欢呼与感激。我撤去了8阶神技深渊同化，冤魂大军也被我重新收回了绝对领域的深渊大门中。对于这群劫后余生的人来说，刚才发生的一切就像是一场荒诞而恐怖的神迹。多谢无名神仙出手相救，护我天宇神岛。看着他们对着散去的海雾顶礼膜拜，我的内心毫无波澜。在这个慕强的世界里，他们敬畏的永远只是那份足以碾压一切的实力，而不是拯救他们的人。哟，这不是咱们林家那个鼎鼎大名的1级废物吗？刚才打仗的时候连个鬼影都看不见，现在兽潮退了，你倒跑出来凑热闹了。就他那一点灵力，估计早就吓得躲在哪个老鼠洞里尿裤子了吧？赶紧滚远点儿，别脏了这片英雄战斗过的地方。巨龙永远不会在意脚边蝼蚁的嘲笑。经历了这么多深渊的极致洗礼，我早就不屑于去向世人证明什么。对现在的我来说，这些跳梁小丑的嘲讽就像海风一样廉价且毫无意义，甚至根本不配让我停下脚步。不属于任何已知灵力的气息，难道那个凭一己之力屠杀9级兽潮的神明，竟然是他？我能感觉到凌天傲那道夹杂着极度震撼与强烈懊悔的目光死死盯在我的背后，但一切都太晚了。当我亲手治好母亲，斩断与这个家族最后的一丝羁绊时，凌天傲和渊州林家在我的世界里就已经彻底翻篇了。难怪当初测灵时会爆出1万灵的恐怖数值。林渊，你这头披着人皮的怪物，究竟还要创造多少常人无法企及的神话？整个天陨神岛，只有穆清霜一个人清楚这场一人成事的屠杀真相。我没有向他隐瞒，因为他是我亲自戴上眼罩的生死知己。而此时的我，正迎着海风走向岛屿的边缘，准备迎接灯神序列即将下达的9阶试炼。穆清霜达到了8级真渊使的巅峰期，为了打破那道拦住无数天才的9级壁垒，他向协会申请了极其残酷的进阶考核，独自一人攻略一扇极度危险的8级深渊。我没有理由去阻止一个渴望变强的人，所以我陪他来到了这里。活着回来。等我回来，一起吃饭。好。深渊里永远充满了无法预料的致命变数。作为生死知己，我暗中让第2军团长刺客引流潜入了他的影子里。我不需要引流去替他杀敌开路，只要在最致命的时刻保他一命就行。高级深渊的时间流速和低级深渊不同，我在外面等了3天3夜，但他在里面可能会经历10几天甚至是1个月的血战。当他浑身浴血，踏出深渊大门的那一刻，我知道蓝星历史上最年轻的9级镇渊使诞生了。我回来了，谢谢你守护我。饭呢？先欠着。
这份突如其来的9阶任务，让我周围的空气瞬间降至冰点。灵界大门，那是没有空间坐标，只存在于虚无中的深渊起源。而无相混沌更是传说中远古4大凶兽之首，是连神明都不敢触碰的绝对禁忌。穆青霜已经知道了我的秘密，他看出了我面临的生死大劫。这位刚刚踏入9级的大能，竟然毫不犹豫地提出要陪我一起去面对那未知的恐怖。我陪你，但我极其果断地拒绝了他。我深知这尊凶兽之首的恐怖程度已经超越了蓝星现有的所有灵力体系，带上他只会让他白白送死，所以我会独自面对。而这一战也将决定一切。灵界大门之内就是深渊的起源，这里什么都没有，连时间与空间的法则都不复存在。传说中4大凶兽之首的无相混沌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实体，他在瞬息之间竟然完美复刻了我的混沌仙体和我身上所有的神迹。全军列阵！他不仅复制了我，甚至连我引以为傲的契约兽和千军万马都1比1的迹象化了出来。这是一场极其惨烈也最让人绝望的自我搏杀。我的任何一个起手式，任何一个神迹的冷却时间，他都了如指掌。我所有的底牌都被他用同样的招式完美抵消。在毫无破绽的镜像面前，我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混着碎骨飘散在这片失重的虚无里。我仿佛在面对一个永远不可能战胜的神。剧烈的痛楚让我的大脑前所未有的清醒。我终于明白，无相混沌再强，他复制的也永远只是上一秒的我，而真正的强者，每一秒都在超越自己。你以为你赢定了？我收起了所有的神迹，放弃了引以为傲的底牌，在绝对完美的镜像面前，任何花哨的技巧和法则都会被1比1的抵消。既然他能复刻我的一切，那我就用他永远无法复刻的东西去碾碎他。我放弃了所有防守，只用最纯粹、最原始的拳头，每一拳挥出，我都在压榨混沌仙体的极限，每次肌肉的撕裂都在让我变得比上一秒更加强大。它终究只是一段诞生于远古的完美程序，就算它能精准地复制我上一秒的巅峰状态，却永远无法理解人类在生死之间那种跨越极限的超越。现在的它已经维持不住我的力量。蝼蚁胆敢逆天！无相混沌爆发出了真正的底蕴，在那股连虚空法则都能湮灭的起源漩涡面前，我引以为傲的8阶肉身，渺小的就像风暴中的一片落叶。但就在这十死无生的绝境中，一道燃烧着幽冥业火的熟悉身影再次挡在了我的身前。灵火异虎承受了4大凶兽之首的毁灭性打击，但无相混沌做梦也没想到，这足以抹杀神明的重创，反而成了打破他体内那道终极血脉桎梏的铁锤。他在濒死中迎来了终极境界，化作了6亿神化态。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看清这小家伙隐藏在血脉最深处的终极真面目。他根本不是什么8级魔物明火异虎，而是远古4大凶兽中最残暴的杀戮图腾穷奇。战局也在这一刻彻底逆转。穷奇的终极觉醒就像是一把最烈焰的火，彻底点燃了饕天和饕餮体内那沉睡的远古凶险。在绝对的死亡威压下，他们硬生生冲破了那50%的实力枷锁，100%的巅峰杀气在灵界虚无中毫无保留的轰然爆发。在3大凶兽撕裂混沌星云防御的瞬间，我没有放过这个转瞬即逝的破绽。我踩着碎裂的虚空，化作一道暗金闪电，直逼混沌最深处，掌心瞬间化作深不见底的黑色漩涡。灵力
掠夺！我将从四大凶兽之首体内掠夺来的恐怖力量，连同我所有的混沌之力，疯狂压缩在右拳之上，化作我此生最强的一击。看着这个像黑色水滴一样的柔软团子安静地悬浮在我手中，我知道，这尊让所有生灵都畏惧的四大凶兽之首，终于被我彻底收服，而我的进阶任务也终于完成。我成功晋升为9阶混沌仙体，并新解锁了9阶神技全域静默。这个技能更是霸道的毫不讲理，只要一个响指，就能突破空间与法则的距离，强行镇压蓝星范围内所有生物的灵力波动，甚至没有等级的限制。我还没来得及喘息，灯神序列的终极任务就发布了，但这短短的几个字，却透着一股足以抹杀整个蓝星的死寂。我知道，真正的浩劫才刚刚拉开帷幕。我刚刚踏出灵界大门，连一口现实的空气都没来得及呼吸，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便迎来了一场真正的灭顶之灾。当那道光影降临的时候，蓝星上所有的重力、时间甚至是空气流动都被强行按下了暂停键。它没有具体的五官，只有一双俯瞰蝼蚁般绝对冷漠的眼眸。这就是终极任务的目标，高维文明的神明秩序之主。阳谷游戏到此结束。那宏大的神音直接在全人类的脑海中炸响，他用最残酷的方式揭开了这个世界运作了整整100年的真相。所谓的深渊降临，所谓的灵力阶级，甚至我们这几代人前赴后继的流血牺牲，在他眼里，仅仅只是一场用来培育优质能量的廉价游戏。人类绝不为奴！穆长风和清霜他们集结了蓝星最后的希望，那几十道毁天灭地的9级杀招，任何一道都足以抹平一座大陆。然而，面对那尊高维神明，他们之间的差距还是太大了。那是一种完全超越了蓝星认知极限的降维打击。当看到人类最顶尖的战力连神明的一根汗毛都碰不到时，整个世界陷入了彻头彻尾的自尽与绝望。当整个蓝星被秩序之主带来的绝望死死笼罩时，我知道，能站出来扛起这一切的，只剩下了刚刚踏入9阶混沌仙体的我。前夜的废墟安静得让人发指，而穆清霜也在此时醒了过来。李渊，他摘下了眼罩，那双能看透虚妄的高维眼眸里，此刻没有对神明的恐惧，只有不加掩饰的泪光。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明天那一战的危险，所以他没有劝我逃，只是用最笨拙的方式，给了我一个必须活下去的理由。你还欠我一顿饭，我们说好的。你太狡猾了，用这种话拴住我。我就是这么狡猾，所以你必须活着回来结账。把菜点好，等我。我把所有的牵挂和软弱都留在了地面，因为当太阳落下之时，我将只身一人去撕碎那个把人类当成草芥的高维神明。当日，双神激战在这片支离破碎的苍穹之上轰然爆发。我没有任何试探，将9阶混沌仙体催动到极限，4大远古凶兽的本源之力在我体内疯狂咆哮，这也是代表了蓝星生命最巅峰的全力一击。但我还是低估了创世纪神力的恐怖，那是完全不属于同一个维度的无解力量，它根本不需要使用任何成型的杀招，仅仅是举手投足间散发的绝对规则，就将我死死压制。我被打得节节败退。混沌仙体那变态的自愈能力，竟然完全跟不上肉身被创世神力撕裂的速度。每一秒钟，我都在承受着千刀万剐般的痛苦。我被狠狠砸落，陷入了真正的绝境。但哪怕浑身骨骼尽碎，哪怕神明的威压让我无法呼吸，我那双死死盯着天空的漆黑眼眸里，却从未燃起过半点退缩的灰烬。面对不可战胜的高维神力，我从陨石坑的废墟中艰难站起。创世神力几乎碾碎了我的骨骼，但我没有认命，反而发动了8阶神技深渊同化。在深渊同化的极端环境下，秩序之主那让人绝望的法则压制，
终于被我强行撕开了一道缺口。我毫无保留地亮出了所有的底牌。这一刻，蓝星上所有绝望的人类都死死盯着天空。他们终于明白，那个一直被当成笑话的一级废物镇渊石，竟然是整个蓝星唯一能与神明抗衡的救世主。我当即发动了一阶神技灵力镜断，并死死卡准了1分钟的绝对真空期。高维神明的动作出现了极其微小的一丝迟滞。在千军万马的掩护下，我终于一拳轰碎了神明那看似无敌的绝对护盾。但高维神明的恐怖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测。不自量力的蝼蚁，创世法则之剑贯穿了我的胸膛，内脏碎裂的剧痛瞬间淹没了我。我苦心积攒的冤魂大军，瞬间就被打散回混沌之中。我像一颗失去光芒的陨石，重重地坠向绝望的地面，陷入了真正的死局。创世法则之剑将我死死钉在虚空中，这场毫无胜算的屠神之战，我硬生生拖了3天3夜。直到这一刻的高维激荡中，穆青霜那双眼睛才真正看透了我体内那超越所有灵力法则、高达10001数值以及灯神序列的终极真相。我能感觉到全人类都在为我祈祷，但我的生机正在被创世神力一点点彻底抹杀，视线也逐渐模糊起来。就在我的意识即将陷入永恒黑暗的濒死之际，我的脑海里却突然闪过了那个女人倔强落泪的脸庞。我答应过她必须活着回去，我还没有站在蓝星的顶点，我不能死！我的不死意志在这一刻彻底暴走，那一直卡在极限的混沌仙体轰然冲破了千万年的维度桎梏，致命的贯穿伤以一种连神明都无法理解的速度奇迹般赋予。我没有任何废话，打响了那属于9阶神技的响指，全域静默。它能无视任何高维法则的防御。在这个瞬间，秩序之主身上那毁天灭地的神力波动，如同被一脚踩灭的火星，被我强行镇压，彻底压火。这不可能！在全域静默的绝对压制下，高维神明也被强行拉下了神坛，失去了那些花哨的法则碾压，接下来只剩下最原始、最惨烈的血肉搏杀。我一拳轰碎了他的高维神额，同时发动了2阶神技灵力掠夺。极其残暴地吸干了这位神明体内最后的一丝残存神力。神明陨落的这一刻，10阶任务圆满完成，我突破了凡人9级的终极极限，正式踏入神境，成为渊界至尊，同时解锁了终极神技万门归一，重塑法则。现在的我即是深渊本身。你毁了我，谁来制定新的规则？在这里，没有人需要规则。这位自诩为高维神明的存在，终于在我的眼前彻底灰飞烟灭。随着他的消散，笼罩在蓝星上空100年的灵力等级壁垒，犹如被抽干了地基的大厦，轰然倒塌。我悬浮在万米高空，俯瞰着这颗满目疮痍的星球，时间渊界至尊的底蕴在我的体内流淌。现在，我即是深渊法则本身，是时候结束这场持续了100年的畸形游戏了。我打响了作为神明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响指，终极神技万门归一，重塑法则轰然发动。这个神技可以让我随意开启、关闭，甚至是抹除任意区域的深渊大门。蓝星所有的深渊大门被我强行抹除，那些压在人类头顶的灵力等级鄙视链彻底不复存在。从今天起，这颗星球不再是谁的养蛊场，人类也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自由。全蓝星的人都在看着我，那个曾经被财阀踩在烂泥里，档案上只有1点灵力的废物，此刻已经成为了高悬于他们头顶的唯一真神。但我对当神没有任何兴趣。你迟到了。神明的战争结束了，
而我向来信守承诺。比起在那冰冷的天穹上俯瞰众生，我更喜欢坐在这里，兑现我欠下的这顿饭。以后打算做什么？先吃饭，再想。未来的路还很长，但至少现在，这颗星球的天空终于干净了。